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佛历7月夏初4，万象多云转大雨，26到34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75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5基普，涨幅 0.07%。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2.0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基普，跌幅 0.15%。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207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挝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呈现小幅上扬态势，大盘开盘报 1313.54 点，盘中虽有波动，但最终展现出较强韧性，收盘成功站上 1318.46 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4.12 点，涨幅为 0.31%。全天市场交投较为活跃，总成交量达到202万9700股，总成交额约为 31.71 亿基普。从盘面上看，昨日市场多数个股表现稳健，中老证券表现最为抢眼，以116万1300股的成交量高居全场交易量榜首，股价微涨5基普，收于245基普。外贸银行和老挝电力紧随其后，成交量分别达到34万9000股和27万4300股，两只股票均稳步上涨10基普。此外，联合发展银行上涨50基普，老挝石油上涨20基普，马哈腾微涨5基普。在平盘股票方面，萨万尼、浦西开发、老挝水泥和东盟租赁昨日股价未发生变动。相比之下，昨日仅有两只个股逆势下跌，老挝农业下跌30基普，万象中心微跌10基普，但整体跌幅有限，未对大盘上行趋势造成明显拖累。总体而言，昨日老挝股市在权重股的合力拉升以及中老证券的活跃交易带动下，成功实现温和收涨。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959万9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9万9000基普，跌幅 0.2%。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6月3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2842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1030基普。相较于上一次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本轮调价柴油价格下跌5000基普，跌幅 14.96%， 普通汽油价格下跌1770基普，跌幅 5.4%。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国家主席访问浙江并考察科技企业。6月2日，赴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在杭州会见了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双方高度评价老中传统友谊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意进一步利用老中铁路优势，深化多领域互联互通。通伦西苏里邀请浙江企业扩大对老挝旅游、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投资，并邀请王浩在合适时间访老。同日，通伦一行还实地考察了杭州的科技企业，深入了解中国高新技术与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2. 蓝莓合作专项基金反虚假信息记者研讨会在金边举行。6月2日，由蓝莓合作专项基金支持的第2期加强记者应对虚假信息能力建设研讨会在柬埔寨金边举行。柬埔寨信息部部长内斯巴特拉等多位官员及蓝莓国家媒体代表出席，来自区域内的媒体专家、青年和内容创作者共同探讨了反虚假信息战略，并提议举办区域反假新闻论坛，以探讨法律执行与高效机制。会议强调，各方将深化在事实核查和媒介素养方面的合作，推动负责任的新闻报道与道德数字内容创作，积极打造零假新闻环境。3. 甘蒙省警方带恶性枪杀案凶手重指现场。6月2日，甘蒙省警方带谋杀案嫌犯本塔维因塔翁前往新本县会考敏村橡胶园指认现场。今年3月18日，嫌犯受姐夫邀请在此务工，期间姐夫连续多日提供封药供其吸食。当晚两人在棚屋发生争执打斗，嫌犯夺过姐夫的猎枪，连开2枪将其当场打死。嫌犯驾拖拉机逃跑时撞树导致车坏，在持枪步行逃窜中，又开枪将一名正在割胶的无辜村民打成重伤。
随后逃入森林，4日被捕。嫌犯涉嫌谋杀和吸毒罪，目前案件已移交检察机关。4. 万象省捣毁3处电诈窝点。6月1日至2日，万象省公安局联合公安部外事管理局行动，在省内万荣县、高吴多县和万康县的旅馆及民居内，成功捣毁3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行动共抓获外籍涉案人员49人，含8名女性，包括中国籍15人、马来西亚籍26人、菲律宾籍7人、新加坡籍1人。现场缴获大量电子作案工具。目前，万象省警方已将全部嫌疑人及涉案物品移交至公安部外事管理局，以便依法展开进一步的深挖与起诉。5. 金三角特区公安局开展全区楼宇大排查。近日，金三角经济特区公安局副局长韦帕贡新站塔上校带队，联合特区安保办对全区48个片区的楼宇建筑进行了大巡查。实地排查结果显示，未发现任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目前，相关楼宇多为缅甸籍看管人员居住，部分酒店公寓有中国籍人员留宿。特区公安局表示，下一步将联合相关部门启动每周常态化巡查机制，一旦发现涉诈可靠线索，将依法严厉打击，以确保特区社会的和平、安全与有序。6. 老挝正式启用32个矿产出口前质量检验室。财政部等部门日前宣布，自6月3日起正式启用全国各出境口岸的矿产出口前检验分析与质量认证室。该举措涉及全国32个海关口岸和铁路站点，包括4座友谊大桥、摩丁、塔纳、棱鹿港及万象南站等中老铁路沿线车站，并设有中央检测室。此举旨在改变过去老挝矿产出口缺乏集中管理和严密检测的局面，通过引进现代科技设备，提升老挝对常规矿产及稀土矿物的自主检验认证核心能力，确保矿产出口的合规性与透明度，保障国家财政税收最大化，助力建设独立自主的国家经济。7. 老挝首家汽车制造厂举行卡车下线仪式。6月2日，老挝首家汽车制造厂老挝汽车有限公司在万象举行卡车新车下线发布会，并与东风柳汽、中国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及老挝甘蒙省技术职业学院签署校企合作协议，各方自2020年起紧密合作，共同建设老挝鲁班工坊，联合培养了老挝首批本土整车制造技术骨干。老挝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唐凯和中老校方代表表示，未来将进一步深化多方产教融合，将工厂打造为人才培养基地。活动当天还向6名优秀老挝籍学员颁发了奖学金。该项目的推进不仅填补了老挝汽车制造的空白，也为当地创造了优质就业。8. 沙湾拿吉销毁侵权假冒隆基配件。6月3日，沙湾拿吉省工业与贸易厅举行公开仪式，其中销毁了944件侵犯双炮、商标知识产权的农业机械配件。这批假冒商品包括手扶拖拉机前后轮胎、离架、后轴及拉杆等，总价值超过 5.1 亿基普。由执法部门于今年5月在乌通彭县依法查获，涉案店主此前已接受了警方的警告教育和笔录登记。副厅长苏沙伟、皎帕瑟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仪式。省工贸厅强调，未来将继续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对再犯者将采取扣押商品和法律重罚等严厉措施。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